再灭我昆仑！大劫在前，你我心底早有定数。今日我截脚仙死伤更重，实际更是被太乙道友烧死，这该如何言说？仿佛成了一个遥远的梦，短暂且美好。蓝星，我的家乡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。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天道为完善自身，命道门三圣牵压封神榜，三教弟子因而卷入商周交替之乱，死伤无数。天道的完善，必须以生灵涂炭为代价吗？多年来，我一直利用计算机集群技术，不断融合东西方哲学，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众生的新秩序。成功了！6年了，我终于做到了。这破答案要解密6年。我要你这电脑有屁用！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29年。眺望洪荒的未来，天道为完善自身，必会开启封神。仙人一旦死后封神，便会被剥夺自由，丧失自我意识，彻底沦为天道的棋子。这根本就是一场劫难。为避免卷入封神大劫，我已暗中筹备数个方案。而眼下，劫云来了。韩爵，此次随为师前往截教道场讲经布道，感觉如何？师父，汉侄今天终于见识到了我教弟子众多，人与妖混杂，好热闹。不知和龙族的东海大会比起来，哪个更热闹？龙族向来骄傲自满，你可不许学他们。你天资聪颖，颇有悟性，为师相信，不久后你就会迎来成仙天劫。师父，上次您夸赞的那位弟子已经殒命了。不夸了，不夸了。有人渡劫！快，韩侄，这是观摩天劫的最佳时机。渡劫好像已经结束了耶。我这是
成功了！师傅，他要飞升了。这大门后便是仙路吧？不错，依我看，他潜力无限，马上就要飞升成为天仙了。这位不知名的道友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成仙，成道，这就是仙路，这就是。等会儿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只有上半身变为了仙躯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中路劫车，让上半身飞升，下半身也很重要啊！又不是跟那辟邪剑法一样，有些东西能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且慢！莫非是天道错判我的实力，以至于没有降下足够强度的天雷，导致我如今只有半身仙躯的情况？等等，莫非……果然是火德玉遮蔽了天道。火德玉防推算，可以防止被人推算修为、来历。丢掉。劫之变数，实非弟子有心算计。恳请苍天令弟子修行不易，再向天劫。也请苍天允弟子换一渡劫地，以免不测。好在此前为防渡劫有人捣乱，特意多选了几处渡劫地。厉害的劫云，是排行第2的九霄神魔劫。天道真是被我激怒了，麻烦大了！发野鸟龙！看来此人多数要死在天劫之下了。看来此人还有一线生机。神农所传，所形成的骨字可以形成某种阵势，以作抵挡。最后一道天劫不对劲，奇怪，除了天劫，好像还有其他东西。不急，
在此地看看他能否撑过最后一刀。理应是撑不过的。完美度过最后一道天劫，师傅，您的嘴真是堪比天道法器。成仙，成道，这就是仙路，这就是竟能撑过此劫，咱们可过去结交，说不定他就要直接飞升天仙。这，等会儿，什么情况？师傅，你快别说话了！哎，是天罚，天道判定此人有违常理，降下天雷责罚。不讲武德。这3朵青莲道花，便是师傅您说的道门标识吧？3朵道花分别代表精气神，花瓣越多，则道基越圆满，潜力越大。历经此劫，我的道花瓣数由27瓣修至81瓣，但最后一道天罚让道花有了不小的损伤，我得赶紧找个地方疗伤。嘿，道友，吾师徒乃截教金鳌岛炼气士，无名元泽，无名寒指，特来为道友祝贺。金鳌岛寒指，难道是在封神大劫中死于大神鞭下，魂归封神榜的寒之仙？绝不能与大劫之人有任何牵扯。哎呀，恭贺道友飞升天仙！跑！往后修行之路必定顺遂无比，还望道友入我截教。师傅，可惜，连道友的脸都没看着，就错过了。放过这位道友吧。仙路缥缈，世事无常，大道千载，终须自渡。万般因果，方显机缘。道花修复期间，不可随意移动。这渔夫倒是个绝佳的修炼场所。好大的鱼！好吵啊！为什么要打扰我？
这是海神。从鱼肚子里生出来的海神，海神，海神！快把海神从寨里好生供着，通知熊寨全体寨民，搭建神像，拜坛祷祝。哪里来的海神，也敢和本女王大人抢地盘？女王大人，熊寨之事便交给属下吧。此寨地处南赡湖州西南部，位置偏僻，寨民多以捕鱼为生。奇怪的是，寨民们都像吃了猛汉药一样，神情几乎都非常壮硕，吃食也都很正常。奇怪，莫非是祖传体型？这真的是人类会有的体型吗？好大的石像，竟然真的被他们打起来了！我又不是真海神，只要一直假装不能动弹，也就不会有人再信海神那一套啊。海神像也就变成了废石像。我还是尽快修复青莲道花，早日离开此处。不愧是我从鱼肚子里剖出来的海神，闪闪亮亮，看上去就很灵。道花总算彻底修复，我可以隐藏修为，模拟出未成仙的模样了。得尽快了断与熊寨的因果，别惹上什么是非。好重的妖气！寨主，快看那边！玄中妙法，传福泽。寨主，这是……快看，那些人是神仙呀！西法二圣是啥？比我们熊寨的海神厉害吗？此乃我西坊教大教主结英圣人，二教主尊提圣人。诸位与我西坊教有缘，二圣算到此方有难，特遣我等前来降妖除魔。妖吗？西坊二圣，可是与道门三圣、圣母女娲并称道祖门下6大圣明弟子。不过与其他4位亲传不同，
结阴尊体只算近辈弟子，这才被分配到了平级的犀牛贺州。据说结阴尊体当初为了成圣，曾发宏愿要振兴西方，打造世间净土，于是创立西方教。如今道门三教日渐鼎盛，西方教却因为地处偏远，门下人丁稀少，与道门的差距越来越大。西方二圣便开始推行广结善缘、招贤纳才的策略。但西方教弟子不远万里来到南赡部洲，对付一个刚刚出现的妖怪，时机会不会太凑巧了点儿？看来你们的海神不怎么灵啊，还得靠我等出手。你胡说，海神会显灵的。在那群西方教弟子之上，但他却只出招试探，哪里出了问题？摄神珠，摄取元神，让我看看你元神的记忆到底想来玄寨做什么。这次你的任务是袭击玄寨，你不是最喜欢人肉吗？只是记住，你最后一定要被我降服。原来都是一伙的，这鱼妖就是西方教豢养的大妖。西方教一边养妖害人，一边派弟子表演降妖除魔的戏码，就是为了吸纳更多门徒，壮大西方教。这可是两教之争，涉及西方二圣和道门三圣一共5位圣人，好大的因果。稳妥起见，我得赶紧溜，千万不要回头看。圣灵里海神没啥用，快来拜圣人老爷！不，我相信海神大人，他一定会救我们。西方二圣，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孽障，胆大包天，西法二圣在上，请赐予平当力量。文杰，我本来就不是海神，不应该掺和这些是非。是那个女孩太天真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二圣，救救我们吧！海神大人，求求你，快显灵吧！
自研毒药，教人施于法，灵感来自于知名童话故事《一颗击倒散物》。嘿嘿。在是偷袭本尊，好一身的毒药，发不出声音。自研迷药升级版，注射型软仙散，一针立马晕，2针双保险。自研符阵，3元玄火剑阵，永不相见，莫再转生。这个鱼妖找对了，演得太逼真了，下回还找他。咱们熊寨能不能入西仿教，供奉2位圣人？当然可以，往后尔等就做我西仿教弟子。西仿二圣，西仿二圣，西仿二圣！你们怎么可以背叛海神呢？西仿二圣！老师不要怪他，我妹妹年纪小不懂事。无妨，不如让他随我西去，接受圣人指点，定能将他度化。我就这一个妹妹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！这么雄壮的小姑娘，鱼妖一定很爱吃。这哪是渡人往西，分明是送人归西。跟着他走，可就变成大妖们的口粮了。这么厉害，难道真有什么海神在助他？我说过，我们寨的海神是最强、最灵的。妹妹，你怎么变得那么厉害了？刚刚身体里突然出现一股神奇的力量，一定是海神大人显灵了。赶紧跑，就没有人发现。等等，熊寨里还有一个我的神像，万一被西仿二圣看到神像，找到我头上，发现是我破坏了他们的计划。
下并非海神，特此备下薄礼，以谢贵寨收留之恩。令符炼器士入门手册若干，少年强则雄寨强，无需求仙拜神，自可修炼星寨。他虽然不是海神，但他是英雄。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现在立刻马上回到道门的地盘。西方阿圣只是道祖的记名弟子，我道门3位圣人老爷却是正统的亲传弟子。有道门3圣罩着，就不怕那西方阿圣了。能拜入道门，回响渡仙门，真是一大幸事。昏皇太邪恶了，人心太复杂了，因果太害人了。以后还是得贯彻在小雄峰老死不外出的方针。此前龙族2太子为立威重创长寿，如今玄雅击败众龙族高手，也算为长寿出了口恶气。出来这几天，小雄峰应该没事吧？走前叮嘱师妹要好好休息。师傅刚成卓仙，应该也在闭关。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到底是谁布下了这连环困阵？究竟有何算计？啊，这字有些眼熟。还请不要破坏此地的一草一木。此路通往一处没有隔音阵法的空地，难道还留了出口？没化血可以不血，怎么控制不住就上头了？当初在丹房外设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，是为防止有人发现我司令禁药融仙丹。没想到把师傅给坑进去了。幸好师兄早在阵中准备了待客间。现在来说说师傅为何会在阵里吧。我发誓，我真的叮嘱过师傅不要靠近丹房，但他可能在想信的事，没听到。信？师傅在外根本没有朋友，连朋友都没有，师傅真的好惨些。心有落款吗？好像是晚江影。啊，师兄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他是钱师伯，还是师父青梅竹马的师姐，本来也许是我们的师母。能看上师父这么认死理的人，晚师伯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但为什么他没成为师母呢？900年前，晚师伯还是咱们渡仙门的门花，在门内拥有很多爱慕者，而其中有一人因苦追10余年不得，便迁怒于师父，暗中偷袭，致使师父道基损毁。
前场失忆就背后下黑手，活该他一辈子单身狗，难怪婉师伯看不上他。后来，婉师伯为了给师傅寻找修补道基的宝药，便离开了渡仙门，自此再无音讯。师兄，你说婉师伯是不是找到了宝药，所以才约师傅见面？这针是我射的，自己确实是我的，但我为何全无记忆？难道我所经历的都是假的？师姐，师弟，这次门内大比已是第14年，进步不少。师弟，你在门内好好养伤，我一定会为你找到修补道基的宝药。师姐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师傅这是道心失衡，生了魔障。道基残损，心爱之人离去，挣扎半生只修成一个浊仙。你的过往还真是凄惨呐！你是谁？你我是同一人，境遇却完全不同。我的过往里，这些都没有发生。我的道基没有毁，世界也没离开。没错，但世上只能有一个起源。你认为谁活着更好？那么，只要我不在了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样子。只要我不在，只要我不在，只要我不在。静气凝神，心念归一。长寿，灵娥，为师好像见到师姐了。师傅果然是被那封信乱了道心，生出心魔。你们怎么进来了？朕呢？我师姐很不凡这件事，要告诉他。这是弟子设计的，但弟子就是用来防贼而已。防贼？小春风穷的叮当响，哪来的贼？朕就你一贼不贼佬！为师有要事得出门一趟，小琼峰暂由你打理。信我就是。师傅，婉师伯多年未回，门内应该已经将他从小琼峰除名了。安门归等于叛出师门。师傅身为一峰之主，若与他私下会面，该如何向长老们交代？那你说该如何做？师傅，隔绝大阵已开，不会有人打扰您给婉师伯写信。师兄，
师兄，你真要去给师父送信啊？万一……最坏的可能就是婉师伯已经遇害，这封信是有人要引师父外出除掉的。啊！师兄，你是不是已经有怀疑对象了？不错，此人就是毁掉师父道基的那个情敌，如今就在西南国。一个武力仅次于九次九仙所在的破天峰，但财力第一的封号。门内不会因为小权公穷，便任由他方欺负吧？事发时并无旁人，门内无法判定事情经过，只能略作惩处。我本以为这段恩怨已随婉师伯的离开就此了断，可没想到，如今师父修成浊仙，更有望突破真仙境，对此人便是一种威胁。如果信的事真的是有人在背后算计，那么他的嫌疑最大。师兄，这人是仙灵峰峰主的弟子快思。原来是他，他不是已经修到真仙境巅峰了吗？师父却因为他苦修900年才成浊仙，还险些惨死在天劫下。我会盯紧此人，一旦发现此事与他有关，那么我会连同当年的恩怨一并清算。此外，赴约途中也有风险，还需增加底牌。师兄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此物名为侧感石，涂上寒色花的枝叶，遇到神石就会变色，可监察是否被窥探，以及窥探者的修为。这杀小纸人不也能干吗？给你增加点参与感。这丹炉里炼的什么药？天仙版软仙散。为蒯司这个真仙准备这么高品质的药，有点浪费啊。真仙境距天仙境虽远，但万一人家是个隐藏大宝。再者，仙灵峰善炼器，若蒯司有厉害法宝，一刀下去999。稳妥考虑，还是按天仙境运作，有备无患。这段时间你就和师父闭关不出。魏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可对方若见赴约的是你，改变计划呢？所以，我绝对不能露出破绽。自己刚好碰上从东海大会回来的人，假装没看到。99师妹，你们这么快就从龙宫回来了？别提了，龙宫那位二太子敖乙不知道又发什么疯，所以结束的仓促。不过我师父说，这次长寿对战敖乙有大功劳，我就趁机要了些法术典籍给小琼峰。师兄，你不用太感动啊，回头吩咐长寿陪我喝酒，喝到我满意就行了。这闪避动作这么丝滑，小寿说是身体有病碰不得，你这老头还守身如玉了。多谢99师妹关心，但长寿实力低微，目前还用不到太高级的修炼典籍。已经在龙宫大出风头了，要是再少些东西，我不就成门内最亮眼的仔了吗？就算不为长寿，齐恩师兄刚升谪仙，也很需要典籍巩固修为吧？99师妹的好意，师兄心领了。贫道正准备去南州历练，稳扎稳打，提升修为。啊，这风格改变的这么突然。齐元师兄900年来不是一向闭关修行吗？齐元师叔，此次长寿师兄舍命护我渡仙门颜面，玄雅钦佩不已。不知他伤势如何？目前已无大碍，劳玄雅师侄记挂。
倒是你这一身伤。玄雅在擂台上把龙宫弟子揍了个遍，给长寿报了仇。报仇？有东西也太冲动了，总要低调啊！龙宫不会把这笔账算我头上吧？玄雅师侄如此顾念同门之义，贫道很是欣慰。是谁在生气？西元师兄这是不开心呢？怎么脸这么狰狞？长寿师兄高风亮节，至仁至善，乃我辈之楷模。能与他相交，是玄雅之幸。别夸了，让我走吧。九九师妹，你们一路奔波，还是先回山安顿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侧本是有反应，我被神识锁定了。竟然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灵石买这个诛仙的命，倒还真是一笔划算的生意。待他抵达南州灵东城，我们便立即下手。根据测反时的反应，共有3道神识锁定我，2个元仙境的不足为惧。不过真仙境的这位，如果隐藏了修为，就可能是真仙境巅峰，甚至更高。信息太少，暂时无法确定跟踪者。也罢，我已经备好了15种应急预案，方便及时应对。这就是信中约定的见面地点。南州不愧是人族气运汇聚之所，都开始追求精神需求了。不过，神识锁定解除，这就现身了。我还什么都没做呢。依然师弟。九无，师兄，怎么是这个老狐狸？他跟着我，不，跟着师傅做什么？而且那2个元仙境的也消失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旁边那人是？不知道，他是在城中与目标碰头的。之前我们一直小心隐藏在地面追踪，没有发现别人，应该也没有暴露。保险起见，我们得掌握主动。有这个法宝在，2人一并杀了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小九担心你独自外出不安全，托我暗中相护。想不到，师弟，你向来洁身自好，怎么升仙后突然性情大变，往红尘俗世里钻呢？九无示我暗中相护也是好心，如果他跟踪的不是我李长寿的话，危险！他对师傅十分了解，只要是露出过错，地盘就藏不住了。怒火之炎也会被激动的。师兄，你误会我了。吾辈炼气士一心求道，岂会恋慕俗世污浊？我停在这里，是另有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城中如此繁荣，凡人温饱不成问题。
这些人却脚步虚浮，跟恶鬼似的，着实古怪。唉，想不到师弟如此单纯。师弟自暮晚将与师妹近1000年，一直很寂寞。我这个做师兄的，确实不该过度苛责。总感觉他在想一些不礼貌的东西。确有一些人阳气虚弱，寿元无多，像被妖族吸食了精气。而里面正好有3个妖怪，一个真仙境，2个元仙境。方才我没能一眼看出，师弟，你的眼力不错呀。我升仙之后，确实眼力有些长进。看来之前跟踪我的，就是这2个元仙境的妖怪。师兄，事关重大，我们是否马上返回门内禀报？师弟何时变得跟长寿一般思虑周全？此事目前只有推测，却无证据。不如先暗中探查一番，若确有其事，咱们联手除妖，护一地清明，岂不美哉？师兄果然是义薄云天。就我师伯轻易就能发现我与师父的细微不同，我必须更加克制，不能越线半分。末世3姐妹加场表演马上开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！加场表演。看看这个，新鲜的。幕后之人为了引师父入局，真是煞费苦心。跟九无师伯一起行动就是暗器，竟然抓到了妖怪吸食人族精气的现行。父，话说这么熟练，他们到底吸食了多少精气啊？你们没中姐姐的万香迷魂物，难道你的修为比姐姐还高？那至少是真仙境巅峰，怎么会跟一个浊仙在一起？妹妹们，先杀了那个浊仙！师弟，保护好这些凡人。好吵，发生什么事啊？竟然还有一个妖怪，难道他有什么隐藏妖气和修为的法宝？掌柜的，他打伤了我的2个妹妹，小兰姐姐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敢在我店里？师弟，千万保护好自己！我绝饶不了你！九无师伯应付得了吗？不对，现在好像我比较危险。该死，离得这么近，我要是使出浊仙以上的本领，肯定会被九无师伯发现端倪。也就是说，
要用师傅的元神跟3个妖怪对战。是个糟老头子，怎么这么能跑？为了装师傅，我饶命了。没事儿，他跑不了。万飞小可恶有机成了。不妙，琴声中竟然暗藏无形水雾，逐渐令人窒息。虽然我本身的天仙境修为足够抵挡，但显然师傅这个捉仙是抵挡不了的。九师伯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不好，事体有危险，必须马上了结这个妖怪。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。你是青丘狐族？这下可麻烦了。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启动地球抛你几远。没用的，这万飞销魂物以我的法力驱动，凭你区区一个捉仙，根本不可能破解。贫道你的法力低微，大姐绝不会向你们这些作恶的妖怪屈服。纸人1号、2号、3号，出动！四人扶正，进子离宫。人类总是会被表象所迷惑。青丘狐族帮圣母女娲硬币，素来与人为善，为何你却自甘堕落，干起了吸食人族精气的勾当？要你管！束手就擒吧。我要杀了你！妹妹们，把力量借给我！又来了！万毒噬魂物！光火系攻击，
会暴露远超卓仙的实力，引起九无师伯的高度怀疑。但如果任由毒雾蔓延，师傅的人设是保住了，人就很难保住。不能，千万不能打！师弟，没事吧？这3只妖怪着实厉害，多亏师兄大救。师弟太谦虚了，没想到你竟能和3只妖怪纠缠到这种程度。出门前，长寿给了我许多符箓防身。原来如此。长寿师侄那么多鬼主意，别说原仙遭不住，真仙栽跟头。待他成仙，怕是连天仙都敢算计。师父的一身英名，我忍了。下在琴上的禁制破了，暗杀失败。奇缘呐，奇缘，你当了900年的废物，一朝成仙还是如此能干。越是如此，我越是留不得你了。综合小指人的见识，基本可以确定快思就是幕后真凶。他以挽江雨为名，引师父前来灵东城，欲买凶除掉师父。如今快思得知蛤蟆药失败，已在赶来的路上，他最快1个时辰就能到。麻烦就麻烦在九无师伯。蛤蟆妖身上的业障真多，这狐妖隶属的青丘狐族与人族圣母女娲颇有渊源，不太好办。先想办法引开九无师伯。不如等他醒后再拷问。附近有个偏僻海边，正合适。醒了！你这狐妖为何在人间作祟？与那蛤蟆妖又有什么关联？奴家，您幻想来。好厉害的媚术！好在我常年研习千星咒，问题不大。九无师伯应该也……九无师伯，你冷静一点啊！师父，对不住了。还好有这东西在。这是长寿化的白眉老后厨，炼气时修道静心，抵抗媚术必备良品。好厉害的法宝！哼，竟敢用媚术欺我的！
师弟，你怎么了？师兄，我鲜少前往此等场所，刚被蛤蟆妖击伤，又遭遇狐妖媚术，似乎产生了心魔。师傅，你千万别怪我。赶紧休息调养一下。姐姐们，你们死得好惨。说，那个卓仙是怎么杀死你姐姐的？他有什么特别手段？姐姐们已经死了，告诉你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那你也没什么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。天仙版软仙散，看起来效果还不错。稳妥起见，总归要确认一下，杀错人可就不好了。还是进行一下搜魂吧。师傅。果然，快似买通蛤蟆妖，欲在此地杀死师傅。师傅，万事不枉，令东城百兄杀人事件确认完毕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沦丧良心！追日破云梭，
快死不会为奇效，这日破云梭竟还能变换多种攻击形式，学习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捉仙，你是真仙。错，我是天仙。忘我永世，无法转生。我确实没有参与吸食人族精气，不信的话，竟有功德。一般来说，行善带来功德，作恶带来业障。等功德积攒到一定程度，便可获得成圣契机。机缘上佳者，可凭借功德成圣。当今6圣都是以功德成圣，道门3圣以教化取功德，西方2圣以发宏愿取功德，圣母女娲则以造人取功德。但这狐妖身上的功德，这是祖传功德。我族祖先曾在巫妖大战期间救过人族，因此获得功德传至我辈。你们若杀了我，我身上的功德便会转化为你们身上的业障。师兄，此女虽狂妄，但所言不无道理。只有将她带回门内发落。我出来的太急，没带能收束活物的宝囊。啊，我带了。出门前，长寿特意为我备着的。符箓、宝囊，契元师弟似乎谨慎过了头。这些东西真是长寿师侄给他的，还是说……师弟，不知长寿师侄最近在干什么？师兄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长寿啊，应是在修炼吧？他为什么突然问起我？正好，我来这里坐坐。师兄不去趟赏罚殿吗？小兰之事仍需门内定夺。麻烦了，一定是这老狐狸发现了什么。稍后我自会跑一趟。怎么，小琼峰不欢迎我？那怎么会呢？师兄造访，必令小琼峰蓬荜生辉啊！天亮，请睁眼。昨天晚上死的是99师叔。玩了一天了，每次都是我先死，不玩了。99师叔，你耍赖！我就知道，李长寿呢？他哪里去了？五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坦白吧，师侄，我早就怀疑你了。跟我玩这一出，怎么可能瞒过我的眼睛？九五师伯，一起玩狼人杀吗？李长寿竟然在这玩什么狼人杀？那起源真不是他假扮的。保险起见，还是用法术查探一下。身世为引，虚实尽显。你是我，真是我想多了。哎呀，既然你们在这玩游戏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
这就走了？九师伯，好险！还好我身上有火的预防茶炭，否则方才直接被九无师伯看穿了纸人化身。看来是我扮演的师傅不够像，才引起了九无师伯的怀疑。往后定要仔细观察师傅演习，进一步提升演员的自我修养。这次我与纸人兵分三路，击杀蒯斯的同时，利用九无师伯制造师傅的不在场证明，用99制造吕长寿的不在场证明。其中多有风险，往后需好好复盘。只是师傅那边，西元那个废物，为什么值得你花那么多心思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你这样心思歹毒的人，也配和七元师弟相提并论？也配和七元师弟相提并论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别怪我心狠了。师傅，临东城之约也是蒯斯的阴谋，他欲买凶除掉你，后双方因私怨大打出手，同归于尽。你回去吧，为师想一个人静静。万师伯虽死，但仍有魂魄留存于世，也许师傅和万师伯真能有重逢之日。贫道代表金鳌岛来访，与贵门论道切磋，此为拜帖。我渡仙门与金鳌岛同属道门，却应增进交流。看来这一次又要挑选优秀弟子与金鳌岛切磋了，不如……我等想与小琼峰的高徒切磋。小琼峰，门内最弱的峰头，金鳌岛此举何意？难道想故意折入渡仙门？应该是想避免道门争端。小琼峰实力如何，稍加打听便知。金鳌岛获胜面上有光，咱们渡仙门也不算失了面皮。小琼峰有师徒3人，不知道友想与哪位切磋？李长寿。敖乙，他拜入了金鳌岛。龙族一向傲慢，如何会与道门为伍？为了打败蓝衣老大，我要去道门拜师，修习圣人道法。为了重整龙族，我要扬名四海，引领族中弟子拜入道门。扬名计划第1步，洗清龙宫一战的污点。回众吕上人，我师兄李长寿修行遇到瓶颈，必死关了。还好准备了避敌计划。着实不巧，敖乙太子不如另择一位弟子切磋。友情悬崖，愿向敖乙太子请教。哼，你是小琼峰弟子吗？不是。那便不行。师兄，我是为了你才不稳健的，不许罚我抄说。小琼峰弟子兰陵娥，愿向敖乙太子请教。我的对手非长寿道友不可，否则心魔难消。龙宫一战说的是长寿，你为何会有心魔？心魔这种事，懂的人才懂。我给蓝衣老道写了后，
怕老道这件事实在丢龙现眼。他既然闭关了，我就在门外等他。这小龙族是这么绝，都开始堵门了。事关龙族兴衰，我绝不会放弃。那就这么耗着吧，看谁熬死谁。我龙族寿命长得很，熬死你还不是绰绰有余。他俩这是要熬死我呀！实在不行，只能唤醒长寿了。哎，奇缘师弟，你与蛤蟆妖一战后，伤势如何呀？蛤蟆妖？难道是长寿说的快死顾兄杀我那个？好多了，老九吴师兄记挂。还好对过口供。敖乙一直赖在小琼峰也不是个事儿，要不夜里偷偷砸晕丢出去。我会被龙族暗杀吧？小尿精，赶紧出关，调整2层伪装。既然突破瓶颈了，便出来吧。敖乙又来找你切磋了。敖乙已渡劫成仙，而弟子不过反虚境，怕是难以取胜。师父，弟子有一个既不与敖乙交手，又能让渡仙门稳赢的法子。阵法切磋，倒也可行。九你也太毒了吧！这阵你都破不了，还让敖乙破？唉，师兄，你这次稳健不起来，要露馅儿了。长寿师兄，没想到你不仅善炼丹，竟还精通阵法。长寿，你那破阵我进去就晕，敖乙肯定闯不过。长少，此战过后，你定能得到门内重视。快和为师谢过九巫师兄，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谢你个鬼呀！苍天啊，把这坑神带走吧！只要在不强行冲破阵基的情况下走出这座大阵，便算敖乙太子获胜。请。只能随机应变了。此阵将是我扬名四海的第一个垫脚石。敖乙师弟，这阵法看着并不玄妙，一定困不住你。为兄等着为你庆功。敖乙师叔，自求多福吧。又走回来了！水灵灵珠，给我封住这连环困阵！竟是生于远古的先天法宝，难怪能阻断大阵运转，令生灵显现。但……冰离剑，给我斩了这方寸之地！又一件先天法宝。敖乙真是旷里有家，只是阵法造诣差得令人发指。我龙族在阵法之道有这么不堪了吗？此阵颇为玄妙。想当初我也险些出不来。九巫师伯说笑了，这就是最普通的迷阵。师傅，敖乙师叔入岛尚短，所学有限，弟子们倒是学过些阵法之道，
想去试试。为师相信你们一定能破阵。啊，好好的师傅，长了一张嘴。我定能破此阵。终归是败了，也罢，贫道这就将他们带出。前辈且慢，我来开。是时候展现了金鳌岛真正的阵法造诣。我居然也迷路了，不能被看出来。我龙族还能站起来。鳌宇师弟，为兄来救你了！连天仙都被困住了。长寿在阵法上的造诣确实不凡。长寿啊，这个优秀仙苗，你当命了。谁爱当谁当，不要给我！金鳌岛也不过如此嘛。九九师叔，既然你主动吸引火力了，一定不介意我再把祸水引向你吧？此阵能有如此威力，九九师叔居功至伟。这座大阵一直是靠您浑厚而又纯粹的法力在运转，对吧，师妹？可不是嘛，阵基里的每颗灵石都是您嵌进去的。九巫师伯推荐的就是靠谱。可是小琼峰真的需要真仙指导布阵，就要真仙，就要真仙！真仙？他就是真仙，你找他。师兄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难怪我在镇里一直兜圈，原来是九九师妹所拨。是吗？我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厉害，这大概就是天赋吧。九九师叔实力强横，众位道友闯不过去，实属正常，切勿因此沮丧。我输了。道友阵法之玄妙，敖乙领教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也在镇里？为师是来找你们的。如今是我金鳌岛输了一阵，不知小友能否和鳌宇师弟再比试一番？当然，绝对不是为了输赢啊，只是想助我师弟摆脱心魔。一个成仙的挑战一个没成仙的，这公平吗？请元泽师兄将我的修为封到反虚境。这倒是公平了。那便再切磋一次吧，莫要让人觉得咱们渡仙门拒战。这熟悉的剧情走向，弟子遵命。敖乙太子，今日与东海大会有些不同，我或许会胜之不武。道友于阵法之道已经胜我，这一战是敖乙强求得来，道友尽管出手。为了渡仙门的面皮，此战必须赢，但如何赢才是重点。好快的盾法！
原来胜之不武，指的是避开正面交手。既如此，便逼你现身。都炸成这样了还不出来，这人的打法真是一言难尽。总之，敖夷太子拿土遁没办法，长寿也算立于不败之地。用遁法避开正面战斗，就算获胜，旁人也觉得是取巧，事情够稳。符火破不开他的心墙，得换点尖锐的法器。攻击如此密集，来不及细查此人踪影。再这么打下去，敖夷师叔要被炸成刺猬了。这是什么法器？一棒砸下去还能喘气吗？敖夷师叔本来就不高。师们，我们认输。输了，我又输了。多有得罪，这次可否算作平局？女王大人，咱们派到南海传教的弟子失联了，让压神的人去查看一下。另外，道门可有异动？听闻金鳌岛正在渡仙门论道切磋，倒是个挑拨道门关系的好机会。渡仙门。长寿道友，不，长寿兄，如此光风霁月，已心有所感。此番回师门，定会好好参悟。敖乙兄客气。叨扰数日，贫道这就回去了。禀众羽上人，望秦上人，人教逍遥仙宗借来传信玉符。见信如晤。近日，阐教云中子与截教多宝道人于中神州起争执，两教弟子到场助阵，我宗调停无果，盼贵门来援，逍遥仙宗锦旗。人、阐、截三教同属道门，阐教和截教多年来纷争不断，都是咱们人教在调停。我们确实该应下逍遥仙宗的邀请，前往平息此事。阐教又与我截教吵起来了，不多说了，贫道这就前往中神州助我截教。三教终究是一家人，今日天色已晚，原则道友不如在此留宿。明日我派人与你一同前往中神州，平息纷争，如何？这也好。明天你们俩就先回金鳌岛吧。九乌，明日你随原则道友一行去中神州。是。师伯，
这是万凌云长老炼制的辅仙灵魂丹，可用以防身。用时需闭气，以防自伤。你小子有心了。师伯切记，此丹毒性甚烈，非危及生死，不可擅用。师兄，阐教和截教吵架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门内那么急着派人去劝架。这次冲突的主角，阐教的云中子和截教的多宝道人，听说他们都喜欢法宝，只不过云中子喜欢仿造赝品，而多宝道人则喜欢收藏真品。也许是因为法宝，二人吵了起来。那法宝是假的，你的法宝才是假的。总有人嘴笨吵不过，于是很快进入了洪荒吵架的必备流程——骂人。二人都叫来了各自的师兄弟，两人的争吵升级为两教的矛盾。这样一来，作为道门三教之一，从不参与阐劫之争的人教，不得不出面调停。逍遥仙宗劝架无果，又发动骂人战术，叫上了咱们渡仙门。就为这么点小事，闹那么大？阐劫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，甚至要追溯到两教圣人立教之时。九无师伯前去劝架，但愿别是吃力不讨好。回女王大人，渡仙门和金鳌岛派人一同前往中神州，为阐劫两教劝架。阐劫两教的矛盾，或许可以升级为人、阐、劫三教的矛盾。属下明白了。蚊子也太多了，有埋伏，是隔绝法阵。趁法阵还没彻底结成，冲出去！我赤鸟向来性情温顺，怎会突然出手攻击？事有蹊跷。我赤鸟来势汹汹，带头那只的实力将逼近天仙境巅峰。我虽也是天仙，但不是他的对手。隔绝法阵困住了我们，必须想办法尽快破阵。震雷离火，天使造化，摩天扬雷，起！天光熠熠，黑影如梭，万影剑阵，去！隔绝法阵破了，妖物太多，分头突围，你们小心！
此片禁制被破，九无师伯出事了。我也联系不上无误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师傅。长寿，要不是你给的毒丹，我真就见不到你了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九巫一行因是遭到了火赤鸟伏击，2位渡仙门长老殒命，九巫受重创，元泽等人不知所踪，金鳌岛也没有他们的消息。火赤鸟，他们怎么会突然对渡仙门和金鳌岛的人下手？此事不简单。这些火赤鸟被我们击毙后，身上闪过一缕血光。我仔细检查过他们的尸身，发现其元神被抽空，早已死去多时。看来，他们的元神被操控了。操控元神，竟有这种邪术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后来我虽被师父救回，但性命垂危。好在有麒麟长老出手，才捡回一条命。麒麟长老，常年镇守道藏内殿的那位。他是门内唯一的太上长老，也是门内2大金仙之一。他似乎见过这些操控元神的邪术，不，应该是族群。他们被唤作血赤黑纹。血赤黑纹，麒麟长老，麒麟长老。他们神秘，嗜血，来去无踪。通过吸附他人骨血，从而附身操控。操控火赤鸟的真凶，只是一群蚊子。千万不要小瞧了这群蚊子。远古时，他们曾经用类似的手段挑起了一个族群的内部纷争，甚至引发了族灭。灭族于无形之中。没有任何判别的方法吗？灭一个族群都这么容易，那我渡仙门……近日有血赤黑纹作祟。此纹凶猛异常，请各峰严加戒备。门内也开始戒备血赤黑纹了，这日子真不太平。蚊子。封神大劫之时，西坊教尊提道人手下确有一只蚊子，能够操控他人元神。他害死截教内门弟子，啃坏西坊教镇教之宝。莫非就是这血赤黑纹？血赤黑纹消失已久，此时忽然出现，定有缘由。难道与产劫之争有关？渡仙门与金鳌岛派人前去调节纷争的路上遇袭，显然是有人与其勾结。原则？也许他并不希望产劫握手言和。所以暗中除掉九巫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元泽在重创九巫一行后，应选择将一切推给火赤鸟，反正一切死无对证。但很奇怪，他失踪了。不错，
他有可能是畏罪潜逃，也可能是隐藏在暗中伺机出手。真相到底是哪一种？破解谜题的关键在于原则。九屋一行遇袭后，金鳌岛也没有找到原则的下落，可见他并没有死。既然没死，他去了哪里？为什么毫无消息？如果是被俘虏了，俘虏他的只可能是血池黑纹。血池黑纹为什么要抓原则等人？如果没有腐仙灵魂丹，九屋极有可能会死，因为同行的2个长老都死了。显然，血池黑纹是想对渡仙门下死手，可是为什么？产劫2教发生冲突，幕后主使对前去劝和的人教渡仙门是杀，对截教的金鳌岛却是不杀。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？原则的失踪，加上血池黑纹的特殊能力，渡仙门也不再安全了。我乃金鳌岛原则，要干什么？告诉你，别想威胁我，我是绝对不会听你的。拜见女王大人。吸收完血莲，你们便可以一跃成为金仙，然后带领妖族去覆灭渡仙门。记住，覆灭渡仙门。是。安排火赤鸟偷袭，再以血池黑纹掌控金鳌岛炼气室，攻击渡仙门。女王大人果然高明。这回定要让他们道门3教吃个大亏。只有这样，上面那位才会满意。所有人，誓死守卫渡仙门。门内有数千人，未成仙弟子占大半，元仙以上弟子、长老有数百人，不知有多少会葬身在这场血腥浩劫中。誓死守卫渡仙门。为应对血池黑纹，我紧急组建了一支纸人军团，将所有纸人按实力由强到弱分为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大队。
安插埋伏在门内各处，可随意变化各类形态。但愿能守住宗门。好在提前安置了重瞳3头蛛蛛丝监控，弟子指认善独战和阵法，是我埋伏在门外的第一道防线。虽成功击退了先锋军，但宗门的这场大战避无可避。敌军尸体就交给你了，人字指认。这女子是何方高人？我竟无法找到她的原始。来了，3000里外，西北方向出现敌军。看来被控制了之后，这些家伙的神智也出了问题。这么快！线全都被突破了。劫护持大阵。战这群恶妖！师父，对不住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们师兄同流合污了。此次来袭的大妖修为都在元仙至天仙境不等，师父只是着仙，恐怕难以应对。到时我自会和师父解释。快走！
记着，覆灭渡仙门。竟是3名金仙！一剑一击，竟能击退门内那么多天仙。金仙之道早已得天道认可，可半道而生，长生不死。面对金仙，我再多的算计都是徒劳。今日就算门内天仙全部冲上去，也只能是送死。门内金仙，麒麟长老以1敌3，找死！幻影剑阵。门内只有2位金仙，还有1位便是掌门，但掌门闭关数年，不知。何方宵小，胆敢来犯？掌门出关了。掌门代表着渡仙门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掌门落败，既无忧现身，渡仙门无计可施。九无听令，开启挪移大阵，所有未成仙弟子立即进入大阵转移。挪移大阵已开启，此阵顺地脉方向挪移，瞬间便可出现在万里之外。快走吧，多逃一个，渡仙门的未来就多一份希望。快走吧！灵娥，你带着师傅先走。你不走吗？快去！宗门岌岌可危，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有情师妹，你有一项重要的使命。什么使命？我愿誓死捍卫。不是要你死，而是要你去哭。渡仙门弟子有情娴雅，今起本门道成之缘，人叫太清圣人。师兄，我早淡了凡尘情欲，哭不出来。想象你有一只心爱的宠物，某天它被山石砸到，不幸离世，你将它埋葬，却发现它的尸身被人挖出来烤了。就是这样，继续往下说。渡仙门奉渡厄真人为开山祖师，因渡厄真人师承太清圣人，故渡仙门以人教正统而居。我渡仙门惨遭寻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不论血池黑纹背后是否为西方教，其目的都是挑拨道门三教。此事涉及圣人之争，唯有人教太清圣人才能化解。有情心思澄澈，
是哭拜太清的不二人选。但愿太清圣人真能听到。是挪移大阵，竟想安排弟子逃跑，做梦！进攻挪移大阵。阻止他们！麒麟长老亮了麒麟本体，这是准备以死相拼。原则，他们怎么成了金仙，还出现在这儿？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给我上！必须拦截他们！群妖攻山，何其猖狂！我二人路过，斩妖除魔，不为人道。你们有本事正面战贫道，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让我撕了他！天字纸人善于应变，用以诱敌入阵。仙门以人教正统而居，我渡仙门惨遭群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太清圣人要出仙门了！老师，他们拜的是您的太清圣人像，您不愿走动，弟子也想安心修行啊。也罢，让我看看发生何事。人教奉无为之道，旨在少沾因果，专心修德修行，却不代表事事无为。渡仙门是渡恶师弟所创，倒是可带上他一起过去。华夏多反应，渡仙门有救了！此事已成，人教高手定会来援。这段传音，望有情师妹勿对旁人说起。长寿师兄还是这般不慕虚名。
回大阵。爷爷，我又回来了！开启第2波诱敌行动。还剩最后一批弟子，必须保证罗仪顺利进行。天子指人配合阵法，歼灭敌方1/3战力，总算拖够了时间。死这么多傀儡，什么都没干成，废物！看来本女王大人得冒一次险。群妖听令，全力进攻，绝不能放走一人。天仙境怎么比金星更有威压？这两人是真仙境，为何术法威力堪比天仙境？这并非本体。这两个天子指人已经完成幽妖任务，且沾有因果，是时候一了百了了。竟不惜神魂俱灭，护我门中弟子。若渡仙门得存，贫道定要为两位义士立碑祭奠。以为炸阵就安全吗？地脉乃天地间唯一的大道会员无极圣人，盘古的经络所化，走势朝向有迹可循，而被挪移大阵连通的地脉，定有法力残留。修为在我之上，与他硬拼也无胜算。弟子有一法，可退降敌。想跑？
仙门一个都不能放过。迷药计划失败，我带友情师姐土遁溜走。师妹，实战体验结束，放行云吧。师兄，你果然……现在达成了大家一起昏过去的假象，或可引轻易苍魂靠近。这是一道同道中，这对手竟如此难缠。神字指人，冲！在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等级中，神字指人的修为仅次于鬼字指人，且携带诸多法宝，最适合高端斗法，还能伪装九巫师伯，骗过幕后主使。微型版72阵，开！趁现在，将大家转移到地下。避水困阵，起！风寒杀阵，开！腐化毒阵，散！三元玄火，文道人，阿成是了。不过，管你是大罗金仙还是洪荒狠人，此时此地。也只有一缕神识而已。唉，这才渡劫多久，就跟上古凶妖文道人间接打了个照面。洪荒比我想的还凶险。本女王大人神识清零，还什么都没做，就被烧成灰了。谁在说话？算了一路，也算不出你是谁。竟能逼出少爷为我设下的遮掩法术，借了太极图的威能，还算不出你的身份。果然是某位圣人师叔在为你遮掩。太极图，那不是太清圣人的至宝吗？
难道他是？贫道玄都，人教太清圣人座下大弟子。这可是连妖皇都敢揍的玄都大法师啊！道友平白无故害我人教道场，用心险恶。好在渡仙门尚存。尚存？怎么可能？师傅，师傅，掌门的师傅，那不就是咱渡仙门开山祖师？渡恶真人，一下来了俩圣人弟子，闻名休矣！贫道暂且不动，请转告那位圣人师叔，与其让道门内耗，徒增业障，不如教化人族，积善行，攒功德，方是正途。至于你，若再敢犯我人教，任谁也护不了你。计划失败不要紧，闻命要紧。惹不起！四周确认安全，本体可以出来了。纸人军团开始回收。接下来，保持晕倒状态，等门内接应。怎么全躺着了？其他弟子呢？你，五师兄、灵娥、玄雅，你们怎么了？长寿呢？怎么全来了？现在装晕还来得及吗？玄都师兄。如你所言，这三人元神枯竭，早已成了傀儡。咱们先去趟金鳌岛，说明缘由。多尔师弟，事关圣人，最好不要外传。据说这事儿和圣人有关。玄都师兄放心，我渡恶最是守口如瓶。渡仙门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已经去接应弟子了。长寿，你在哪儿？长寿！师叔。我们中了迷药，其他弟子在农医大阵出口旁的树林里。你们快去！长寿！长寿，师父，弟子没事。弟子此前将你迷晕。你也是为了为师着想，为师不怪你。师父，我这倒霉师妹露馅了！
你装病骗我？我没有啊，师傅。我都说了我没事，您自己误解的嘛。扎到师兄了！这件事都是师兄逼我做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兰陵娥，李长寿，师兄你教的，死两个不如死一个。掌门，无事，我修习师父新传的法术，不得要领，吐血而已。此战我门内长老风主损失惨重，所幸未成仙弟子得以保全。日前，师父与大法师为我等去金鳌岛走了一趟，算是彻底查清了其中缘由。西方二圣为大兴西方不择手段，手下控制了许多大妖，其中就有挑起三教纷争的元凶文道人。此事必须通知门内，加倍戒严。师兄，西坊教让文道人挑拨道门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昔年西坊二圣以宏愿成圣，即向天道贷了一大笔功德贷款成圣，并许下大兴西方的宏愿。在道门三教遍布洪荒的今日，西坊教根本没有大兴的机会。如果还不上贷款，西坊二圣恐怕会面临严峻的天道责罚。既然走正途无法大兴西方，二圣便使出了捞偏门的方式，招揽文道人，挑拨道门三教，削弱道门影响力，从而赚取功德，壮大西方教。他们为了赚功德，竟能做到如此地步。师弟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此战既有圣人始，亦须有圣人终。有师父和大法师出面，西坊教短期内不敢作祟。如今，元泽他们的魂魄已被送往六道府转生，三教之争也得以平息。我们只能督促宗门上下勤加修炼，以防西坊教再出手。六道府原打算安排元泽转生人族，可谁知元泽和忘忧汤前说了句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转生这般小事，应该出不了问题。”然后呢？他刚喝下忘忧汤，就被六道河的浪花卷起，打入了一旁的畜生道。下一世应该会是一只黑皮豹。是。西坊那两位，当真可恨。大法师，这便是渡仙门最近将成的姻缘。渡仙门经大战后，人丁损失不少。我有心想助其兴旺，可老师又不准我多收弟子，为省加速促成道侣、繁衍后代这一条路，只好来麻烦月老您了。大法师，请看。大家都生了情愫，唯独这三星拱月的男弟子没有变化。月老，不如帮帮他。无知钟爱，原来师兄喜欢这样的。灵娥，把我最新研发的吻字经抄写300遍。最近突然心绪纷乱，带我查查典籍。小兽兽，
穿着新裙子、新妆容，好看吧？师叔，宗门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之战，相比起容貌，我们更应该注重提升修为才是啊。长寿师兄，长寿师兄，我有阵法上的问题向你请教。有情师妹，我急着闭关，这是我收藏的阵法典籍，我能为你开导一二。时间紧迫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位仙门良才似乎过于断情绝爱了些，那他到底想要什么？争来往，莫管情，先已故，难争先。文静知错，文静办事不力，还请您暂且放过文静一马。文静保证，下次一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。女王大人，进来吧。南海那边情况如何？属下奉您之命，在南海打探得知，近日出现了一个功德兴旺的新教派。道门强盛已久，不好对付，不如从这样的新教派下手。西方教此战虽落败，但绝不会就此罢手。复盘此战，我杀了不少业障大妖，应该得了不少功德吧？天道为世间每个生灵设立了个人账户，用于发放功德和业障。为确保安全，我一直随身佩戴获得玉，防助他人推测来历的同时，也将天道发放的功德和业障拦截在个人账户外，待来日一次性接手。业障！我造什么孽了？近日虾妖为祸，杀伤了我神教大量教众，双方交战时竟还误杀了无辜的百姓。虾妖，此事竟然还和龙宫有关，太过分了，这是在挑衅。就是寨主，咱们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啊！就是啊，对啊。大家的心情我都明白，我们举办大典，就是为了祈求神的庇佑。大家只需捐出香火钱，将鱼买下放生，神感受到诚意，必会加倍保佑大家。不对呀，卖鱼放生和神有什么关联？况且大部分教众本就以打鱼为生，到处都是鱼，为什么要找寨主买鱼放生？看来是寨主欲借神之名谋利。放生，吉祥！这是妙珠吧？怎么鬼鬼祟祟的和这乌鸦碰头？我们安排在南海龙宫的内应来报，南海龙宫已整装待发，很快就能攻来。鸦神，您放心，
经过我的努力，他们现在对南海龙宫可是满腹恨意，定会与之以命相搏。很好，等到双方混战无暇顾及时，我们再派出血赤黑纹吸走功德。届时，女王大人，此计真是高明。血赤黑纹，女王大人，又是文道人和西坊教的阴谋。他们在熊寨和龙宫分别安插内应，先挑起双方战事，再借机夺取功德。好歹毒的算计！大太子殿下，数日前我们刚整治过他们，今天他们居然还敢举办大典。我已召集所有南海附近的龙族子弟前来相助，好好收拾他们。敖某表兄，你这小矮子怎么来了？敖某表兄，我近日在南海金鳌岛修炼，得知你召集龙族子弟欲进攻熊寨大典。表兄，大典上有许多无辜百姓，贸然开战会给龙族增加更多业障。龙族背负滔天业障数千万年，何惧在天上几笔？南海使君听令，踏平熊寨！奇怪，这些破事跟我的功德又有什么关系？熊寨的神教，难道就是保佑我们吧，海神！海神！海神！海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海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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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雕像我不是已经毁了吗？怎么还多了1620座？龙族和海神教交战，杀伤百姓就是我产生业障的原因吧？而一旦海神教卷入战争，我这个名义上的海神也会背上一笔滔天的业障。少则引动天罚，多则招致灭世之灾。必须阻止战事发生，之后再想办法解散海神教。指挥军团出发！凭你们也敢自称海神教？那个海神像就交给你砸了。表弟，敖乙，不能砸！他怎么跑到南海来了？糟糕，他认识我的真容，现在海神像上还刻着我的大脸。完了，我的身份要暴露了。长寿兄，倘若敖乙将海神是渡仙门弟子李长寿的事泄露出去，文道人、西坊二圣诸多恶果找上门来，我怕是要身死道消啊！稳住，长生稳中取，富贵稳中求。入其路，退则进。长寿兄虽说十分优秀，但尚未成仙，更不可能成为什么海神。敖乙兄，不要声张。为了妥善解决南海龙宫与海神教之间的矛盾，请前来详谈。忽悠小奴第一步，以和为贵，方成大业。成什么？海神像你还砸不砸了？
长此以往，争端难消。我现在就去见海神。表兄，在我回来前千万不要动手。可笑，龙族才是海上霸主，难道要让这个不知所谓的海神指点我们做龙？多谢长寿兄指点，我竟不知西仿教从中挑拨，险些犯下大错。忽悠小龙第二，知我心者，莫如长寿。龙族世代背负震碎洪荒的庞大业障，我深知你为解此困境付出许多。长寿兄果然懂我。不过这海神教，忽悠小龙第三步，以退为进，演技之王。唉，此事说来话长啊。总之，海神教并非我立起来的，这种身不由己的滋味，你应该明白。这就对了，圣人们也需要功德加持，人教圣人不便自己出面，便选中长寿兄来代管海神教。唉，偏偏他这般不慕名利。长寿兄放心，我向天道起誓，此事我绝不会泄露分毫。成了，果然，面对敖乙这种想法很多的龙，留白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我能否加入海神教？行善立功，为我族攒些功德。唉，南海龙宫与海神教又起冲突了，请与我一同平息干戈。表兄住手！尔等休要再徒增杀戮。是海神。海神大人显灵了！海神大人容禀，南海龙宫与海神教的纷争，皆是受奸人挑拨而起。哎呦，海神大人饶命！我招，我全都招。你敢背叛我族？说，谁收买了你？南海龙宫大太子，本座无意统领海域，功名利禄皆如浮云过眼，唯有导人向善，方是正道。这两个奸人交由你处置，望南海再无纷争。海神大人已与我说清，这一切都是西仿教的阴谋。我们可以顺着这两个内应继续追查。海神大人，我不该善用您的名义敛财，求您责罚。念你尚未酿成大祸，解除债主之职，以作惩戒。今后债主便由熊不憨担当，首要任务便是将不法获利尽数归还，可有异议？海神大人看得起我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总算处理完了。虽然不得已忽悠了敖乙，但避免了冲突和杀戮，也算阻止了龙族的业障加剧。
至于他需要的功德，再另为他想办法。总之，先解散海神教再说。今日种种，本座自责难当，立教本非我意，不如……圣人！这是天道功德凝成的祥云，天道也被至教有方的海神大人打动了。吉兆啊！天佑海神，天佑海神教！海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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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神！教宗情绪这么高涨，肯定不会同意解散啊！天道降下这么多功德，看来是要大兴海神教。我再推脱，恐怕会得罪天道老爷。这个海神，我是不当也得当了。稳住！谁说做海神一定要高调？我可以找个形象代言人啊。这个声名在外的小龙就很不错。哼哼。东海龙宫二太子，今日幸得你相助，不知你可愿加入我教，担任二教主兼护教真龙大护法之职？海神大人对我实在太好了，我敖乙誓将海神教发扬光大。我表兄本性不坏，镇守南海多年，也算经验丰富。您看，敖乙作为二教主发光发热，给他找个助手也好，我可以安心在后方做好一切预防，顺便藏好我的底牌。南海龙宫大太子，你可愿担任我教真龙二护法之职？开什么玩笑！敖某定不辱使命。海神不计前嫌，当真大仁大义。希望教众谨记本教教义，勤俭友善护老幼，不惧艰难得幸果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再招惹业障了。四海平，自家不齐，一定赢。女王大人，接下来，为了像海神大人一样潇洒，我这就启程寻仙拜师。自研法术，画中如幻影。这是一种面容模糊术，让人转眼即忘，绝不留把柄。总算给这1621座海神像都化了妆。以后这个形象就代表着海神。希望不会再有人联想到人教弟子李长寿。这位大仙是谁呀？策赶时都乱码了，他的修为极高。天庭东木宫到访，阁下为何藏头露尾？东
东木宫，纯阳仙人吕洞宾的前世，如今的天庭南仙之首。我何时招惹了这种大人物啊？东木宫来此，有何贵干？天庭授我监察各地宗门教派之职。近日有人控诉海神教通过阴险算计，夺人功德，危及四海。还请阁下跟我走一趟，说个分明。这两个内应果然掌握了关键信息，逼得幕后主使杀人灭口。他们都被控制了。好！女王大人英明，一封无名送状，便令天庭出动牵制海神，再以血赤黑纹控制南海水军，实施灭口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，死无对证。纪番失利，上头已经逐渐对我失去信任。只有阻止内应暴露我们的秘密，才能补救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成功。鸭神，你亲自去。惨了，东木宫一句解释也不听。虽然天庭目前处于初创的艰难时期，但等到封神后期就会一统天地。要想对付我一个小小的海神，简直易如反掌。阁下总算来了，这为何不是真身前来，而是来这一纸人？一眼就识破了，他是谁？身份实力皆高于东木宫的，只有从前道祖座下的童子，圣人们的师弟，如今执掌天庭的玉帝陛下。好天！在下以纸人行走洪荒，正如陛下以分身降临凡尘，皆因身不由己，望陛下海涵。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。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，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是谁向天庭举报了我？把玉帝这么难搞的大人物都给招来了，给我惹这么大的事，底牌都要被掀翻了。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，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，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陛下，我故乡有句老话：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你想夸我，还是夸你自己？罢了，你竟能识得我的身份。目识得，心不识得。你何意？
众生所认识的玉帝，本该居九重天阙，助道祖维护天道。然而，陛下现凭借一纸诬陷，便亲来捉拿我，实在有损天道威严。所以，心不识得。在海神心里，我因为何故？壮大天庭。六圣拜道祖红军为师，随后道门三圣和西坊二圣各自立教收徒。道祖遂立天庭为天道的执行机构，管理众生，由玉帝您执掌。然三界只闻六圣之名，不知天庭。陛下令不传五洲，法不通四海，所以急需广纳人才，以壮天庭。知吾者，南海海神矣。不错，我曾亲访凡间，发现你备受爱戴。那宋状确实是诬告，我此行是否来对？在下斗胆。你懂兵法？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何意？用兵之法，其实计策很简单，关键是戏怎么演。交出骄兵将领，饶你们不死！今日死的是你们！龙族水军现身！啊，有埋伏！接9天10地阵，反围攻！我们揪出了西坊教的内应，他们必不会罢休。到时候，我们用这套兵法对付他们。长寿兄的退敌之法很是周全，此战结束后，我便整理成册，献给父王和截教，尤其是我那个颇为鲁莽的师叔赵公明。妙，丝丝入扣。多谢我蓝星孙武前辈所著的《孙子兵法》。哪怕在洪荒，也是兵学盛典。看来玉帝对兵法非常满意，不如为避免卷入封神大劫，我已在暗中筹备数个方案。这数个方案，因为玉帝的出现，可行性最大的一个已然揭晓。积累一定功德后，入天庭为官。只是结交玉帝有暴露自身不够稳健的风险，但此时可是抱上天庭大腿的最好时机呀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陛下，早前得闻圣人为三界苍生立天庭，不求回报，在下深受感动，遂匆匆写下12件，唯愿献给天庭，效微薄之力。有劳。龙族竟然会暗中设下埋伏，莫非背后有人指点？既然你们执意斗到底，我的孩儿们，化形，把他们全部杀光。鸭神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明白。多谢女王大人多年教化，今日一定完成任务，以我之血肉助大军之躯。血池黑纹群竟能通过吸食血肉强化自身啊！
到的2个内应都死了。长寿兄，为何一直没来？天庭在此，血赤黑纹，勿再放肆。天庭竟然会救我们？龙族上天，龙族罪孽滔天，且还在怀念远古其霸主之姿。天庭为何要收复龙族？他们又如何能被收复？敖乙那边形势不明，既然我脱不开身，只能说服陛下。收复龙族有2例：四海3界之重地，龙族远古之大族。虽有天地罪孽，然高手众多。若龙族能入天庭效命，则四海尽归，此1例。若是龙族掌管江河湖海，可扬天庭之威，此2例。想必陛下也已推算到，今日诬告案表面针对我，其实针对龙族。龙族此刻处于危机中，不如……天庭怎么会插手龙族之事？南海海神，又是你！抢我南海功德，又坏我图谋龙族之计，现在还联手天庭折损我大半孩儿。天庭我动不了，一个野神，我还杀不得吗？老师又传话了，命运发生了微妙的变动，起因竟是一个人教小弟子。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，龙族上天是他？还不知海神道号是？唉，如果让玉帝知道海神只是一个人教小弟子，就没神秘感了。但也不可骗。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，长庚行，长庚一同长寿，嘿，好主意。在下道号为长庚道人。长庚。没想到我竟因祸得福。文道人，他怎么亲自来海神庙了？南海海神，受死！什么情况？你是何人？竟敢如此嚣张！不能动了。刚自爆太快，心神被扯得好痛，万不能和他沾上因果。好在本体没有受到损伤。又来人了！24颗定海神珠，你是截教赵公明，为何定住我？南海海神乃是我师侄敖乙的兄弟，道门一家亲，竟逼得海神化身自爆，快打！他自爆，我也不明白啊。前辈，我是南海海神，真身无碍，你快停手！此事恐会引发西方教与截教之争，
那直接杀了他。不可，晚辈有一对策。起来，我要去灵山讨个说法。灵山便是西坊2位圣人的居所，一旦闹到那里，2圣为保全西坊名声，一定会将我血赤黑纹一族尽数灭杀。碰瓷！我被你震伤了道基，伤势为证。你要不要面皮？我也会。这是海神的法器生影球，恰好记录下你的自残。你可是想借此挑起道门与西坊教之争？赵公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咱们不如小事化了，否则我只能拿它去找各教好友观摩。你看，太精彩了吧！好，我立大道誓言，此事作罢。人教，南海海神，这个弟子有点意思。贫道截教赵公明，路过此地结识海神，倍感爽快。大哥，虽然你是未来的财神爷，但我不想结识你，更不想跟你义薄云天。你集体荣誉感也太强了些，难怪封神大劫中。算了，后话了。贫道长庚道人。哦，忘了，我还得去找同门商议三教源流大会之事。就此别过。三教源流大会，旨在道门三教一起追根溯源，化解矛盾。师兄，掌门传话，由师兄做弟子领队，3天后随宗门前往三教源流大会。我不去，那里可是整个洪荒因果汇聚之地。去。前辈是？玄都大法师。玄都大法师，据说是女娲娘娘捏造的第一批人族，也是人教太清圣人的唯一一名弟子。最近大佬们怎么上赶着找我？好慌啊！他为何要我去三教源流大会？长寿兄，多亏了摄神珠摄取西坊教内应的残魂神石，我已发现他们的阴谋。四海海眼的位置尚未找到，他们竟在打四海海眼的主意。海眼凝聚着天地间的业障，每隔数年便会爆发，吞噬生灵。龙族为偿还业障，一直派高手用身躯填补海眼。海眼是龙族软肋，一旦暴露，轻则龙族受制于人，重则有灭族之祸。事关紧急，我必须将此事告知父王，让龙族防备。文静无能，竟给龙族留下把柄，文静一定将其除掉，消除后患。道门的注意力都在三教源流大会上，不会留意东海。
三教研游大会本是想缓和产劫关系，但从封神大劫的结果看，三教弟子都被卷入了血战。都说了产劫弟子不得互殴，你们当我人教逍遥仙宗是摆设吗？有点眼熟。熊灵力，他怎么拜入逍遥仙宗了？这么多人在，也不能把他扬了，只能……表妹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若暴露我身份，熊战危矣，快喊表兄！表兄，好险！表妹，难得遇到，以后跟着表兄混，修炼吧。长寿师兄的表妹，竟也如此优秀。阐教元始天尊座下，广成子前来赴会。阐教元始天尊座下，云中子前来赴会。截教通天教主座下，赵公明前来赴会。截教通天教主座下，多宝前来赴会。截教诸位师弟气势汹汹，是要作何？自然是来凑个热闹。如今阐截两教尚是口舌之争，待封神大劫降临，就会成三教混战。阐教仙多被削去顶上三花，失了大半道行；截教仙更是死伤无数。三圣下场也无法阻止众弟子被禁锢在正神之位，永受天道操控的命运。我得尽快完成龙族上天，以此抱上天庭大腿，躲过封神大劫。阐教弟子随我见过玄都师兄、礼拜人教太清大师伯。诸位不必多礼，老师和两位师叔，乃大道圣人盘古元神所化，又齐入道祖门下，三教本是一家。师尊收福德深厚者为徒，乃顺天而为，教化众生。众生指所有生灵，凡有向道之心，就该有修道求长生的机会。大法师命我来此，究竟有何要事？此乃江山小设计图，内藏数百法宝，三教年轻弟子皆可入内搜寻。连圣母女娲的法宝江山设计图都敢仿，云中子不愧是洪荒赝品大师。贫道也添1、2千个法宝做彩头。多宝道人，这位截教大师兄真是人如其名，我就不去给毒仙门丢人了。老师推算出，龙族上天对苍生有利，而吕长寿是促成此事的关键，正好借大会探下他的品行和实力。表兄，我一定会守护好你的。想一直躲着可不行。人教扬威，原来大法师想让人教大出风头，但这是有一个专业的人形吸精器更合适。
行符提速，法宝锤作武器。人教弟子前来相助！毒粉已涂至火灵剑，凶手触之即死。有情师妹，放心冲杀。这两位人教道友太强了吧！西北20里有凶手出没。长寿师兄总是默默做下所有事，却把功劳推给别人。有情玄雅，你要竭力出扬，扬人教威名，绝不可辜负长寿师兄的嘱托。凶手可信熊灵力，冰山剑修有其玄雅。攻防得当，配合默契，人教这两个小弟子未来可期。人教真是出了两个优秀仙苗啊！长寿种种行为，皆是围绕稳字。强为不如无为，强争不如不争。清净可循自然，万法终归妙境。今日倒从长寿身上感悟良多。若他能成为我的小师弟，入兜率宫中处理人教教务，老师定会欣慰。龙族有变，速去救你的二教主。西方教想毁证据，杀龙灭口。二教主，海神教的事，您都知道了。你以为仅凭自己的火德玉，就能拦住所有圣人的推算吗？老师早已知道了你的事情，并亲自出手为你遮掩，否则你早就暴露了。多谢太清圣人庇护。大法师，容弟子留一化身在此，本体随您前往。诸位师弟，贫道有事，先行一步。穆家，摄神珠已碎，我如何让父王相信西方教在查海眼之事？竟是个金仙，但根基不稳。与渡仙门一战中被血莲强行提升到金仙境的原则一样，看来又是血石黑纹的算计。虽是伪金仙，但实力远胜你。若能救下敖乙，我便说服老师收你入兜率宫，如何？兜率宫，太清圣人的化身，太上老君的居所，这大腿必须抱。弟子愿往。这是老师的防御至宝，天地玄黄玲珑塔，将它威能借你半个时辰，有它护着，
哪怕是大罗金仙，手无先天法宝，也伤你不得。真锁血外挂体验版，水遁。今日有我玄都小法师在，谁也伤不得敖乙殿下。从大法师话中可知，锁血外挂并不绝对安全。万一有大罗金仙，比如幕后主使文道人，手持先天法宝突然发难，一下就能给我破防了。玄都小法师，他与玄都大法师有何关系？亦或是故弄玄虚？区区天仙境还想藏玄都大法师的威名？找死！一气化三浊。这分明是道门神通之减脂成人。长寿故意喊错，想震慑对方，抢占先机。但这纸人确实做到了以假乱真。这一气化三浊，莫非也是人教秘法？第一重，枷锁困阵。鬼子纸人善各类奇鬼神通法阵，且是纸人军团中最高战力。第二重，灭魂杀阵。第三重，惊雷毒阵。只有他用的是上等法宝，应该就是本体。道门神通，血金成法，急！中计了！纸人放纸人，纸人何启动？一门减脂成人，搞出这么多花样，若换成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，岂不是能做出更多新玩意儿？看来在渡仙门坏我好事的，也是这位玄都小法师。区区妖物，也敢在我玄都小法师面前逞凶？三位护法，处理残魂。唉，金仙当真是不好杀。除掉伪金仙，救下敖乙，总算完成了大法师交付的任务。小心！
受信。天地玄黄玲珑塔，他真是玄都小法师。太清圣人什么时候又收了个徒弟？这就走了？还好有大法师给的这层外挂。二太子殿下，二太子殿下，臣护驾来迟。原来道友是人教高手，一定要禀明父王，好好答谢。贫道还要找陛下复命。敖乙殿下，咱们就此别过。陛下，除龙族外，洪荒有此称呼的，天庭的玉帝陛下。不直接点出救兵是玉帝小师叔派来的，而是让敖乙自己退出，既降低龙族警惕性，又增加天庭好感度，这分寸拿捏得很到位。龙族上天的重任非你不可，我赠你一门神通，此为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。另外，日后若有麻烦，可亮此牌。保命底牌加1，我这玄都小法师也算是持证上岗了。弟子谨记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西坊教暂时不敢对道门出手。他们豢养血赤黑纹，残害道门弟子之事，我已告知老师和阐节两教的圣人师叔。大批血赤黑纹突然出现，西坊教此时将他们放出，难道是孽畜？准提师叔竟亲自出手灭杀了血赤黑纹，既撇清了他们与西坊教的瓜葛，又给道门一个交代，真是好算计。如今圣迹昭显，三教弟子应该都已知晓。族文被害，文道人绝不可能无动于衷。你挑拨道门失利，攫取功德不成，还暴露了龙族内应。如今刺杀敖乙也失败了。我灭你3成族文，在人前划清界限，以示手下留情。之后我会另派人来接手，你不可妄动。但凭圣人吩咐。我受尔等驱使，去反造灭族之心。那不如拼死一搏，救出族文，离开洪荒。杀点蚊子就算完了，必须让西坊教付出点代价。多宝师兄，大会快结束了，师弟先行一步。总算回来了，多谢表妹和友情师妹为我护法，我们出去吧。怎么刚和大法师分别就有事交代了？不对，是他师父太清圣人。这对师徒怎么都爱突然传信啊？
过大法师只会发短信，太清圣人已经开通5级发视频了，修为高低一目了然。西仿教镇教之宝，开天辟地后，天地功德凝成的12品功德金莲。这不是封神大劫中文道人啃金莲的情形吗？太清圣人这都能推演出来，不愧是洪荒战力天花板级别的大佬。但为何把画面传给我呢？根据计算机解析的封神大劫剧情，文道人啃金莲是因，道门得存是果。难道是我多次破坏了文道人计划，改变了他的命数，影响了未来？渡仙门，太清圣人定是算到了这个变数，才让我出面干预。为确保他能在封神大劫时啃金莲，道友留步，我最好将他收归己用。南海海神，那天我去海神庙杀你不成，已经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道友被西仿教当众割席的滋味如何？怎么，你是来落井下石的？不敢，道友只需明白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不如联手。区区一个南海野神，你有资格和我谈合作？道友曾3败于我，我算计你海神教只有1次，何来的3次？胡搅蛮缠！数个时辰前我们刚见过，道友莫非忘了？你是玄都小法师？此前渡仙门一役，轻易苍鹏也是死于我手。南海海神，玄都小法师，背靠人教圣人，原来自始至终，我都败于你一人之手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聊聊了吗？好，我且和他聊聊。若真有问题，直接杀了他。文道人的修为远在我之上，稍有不慎，我恐怕就会大祸临头。他为何带我来人族地盘？不怕我出手杀人？除非是陷阱。这里人流密集，能消除他的戒备，方便我进一步套话。接下来，这就要动手吗？一点征兆也没有啊！道友，不累吗？他发现了吗？那他为何不躲？苍天哪！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他还不是要分分钟碎了我！看他神情如此淡定，难道还有后手？等等，这招有用？众生有玲珑心，故有千百张面孔。道友且看，世人为生存奔波，为衣食烦恼，被迫摆出虚伪的面孔，咱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洪荒如棋，圣人之子，你我皆是棋子，道友和你的族文不也因此受制于西方？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你竟敢坏我大事，让我在教主前颜面扫地！我要把你抽筋剥皮，吸干你的骨血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！我要吃掉你的伙伴和信众，让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后悔认识你这样的神！
我要让你灰飞烟灭，魂飞魄散，让你的海神教荡然无存。那如果我可以用我的手段扳倒西方教，为你文族报仇雪恨呢？那你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既如此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筹码。万物有阴有阳，此地要崛起，除了明面的威仪，还需暗处的锋锐。你若能回到西方教，与我里应外合，我自可助你脱离苦海。西方教自以为做事滴水不漏，但这南海海神背后的太清圣人早已察觉，并反过来算计西方教。人教真可怕，南海海神真可怕。我什么都没说，这是你自己想的。我可以答应你。总算用天庭稳住了文道人，但他这把毒刃若用不好，反伤自身。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截教赵公明和他那个二妹，最近一直在找西方教的麻烦，我也深受其害。你若能阻止他们，我便信你。赵大爷不会又去碰瓷了吧？二妹、琼霄、三霄中的老二，这仨姐妹可是在封神大劫中削去阐教12金仙顶上3花的大狠人啊！看来要去三仙岛走一趟了。如果赵大爷和琼霄继续搞事，不但会影响到与文静的合作，还会激化西方教与道门的矛盾。我请不动通天教主，多宝道人威慑力不够，那就只有三霄中的大姐